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叶子频道，我是阿伟。看我这身打扮就知道我今天不是要去哪里。然后我上网买了一张椅子啊，我今天就是要开箱这把椅子。本来我想要买人体工学的椅子，可是一看价格是有一点超过我的budget了。我上网随便找到一个比较多人买的椅子，我就买下来。由于那个椅子被坐扁了啦，所以我暂时先坐这个红色的椅子。但这个红色的椅子的坐姿就不是特别好坐，就是坐不久了。我开箱了蛮多电器，我都没有拍摄。然后我的电竞椅子就到了啦，然后我还要把它搬上来。但我一下来没有想到它的体积真的超大的嘞，这样大一箱，我还要搬去楼上，有点累人。累死我了！哇，体积大，重量也超重的耶！听别人说重量重代表好哦。我不知道啦。上网随便买了一把椅子 ，TT Racing Gaming Chair Suite X 2020款的啦，它有分2020款的耶！天啊，连椅子都分2020款的。然后我们就来开箱它。最爽的就是这个 moment。开箱了喂！首先呢，你打开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泰大星在里面啦，一个海星在里面。这就是它的椅的桌脚，它是塑胶的耶。我觉得也许铁的会比较好啦，但是500块这个价格不是铁的。然后这是它的椅的支撑椅的桌脚啦。哇，我的主角来啦！这是椅垫的靠背，这是椅子的枕头了，这就是椅子的最重要的椅背，超大个了，这个真超大，先放在旁边，然后再打开呢，就可以看到椅的坐垫，也是超大个的。这个什么？这个有扁扁的嘞，这是一些嘎仓啦。也要组装的嘎仓，椅子两侧的扶手，然后这两盒是什么来着？变形了，这个也是扁扁的，好轻啊，这个是不懂什么。然后打开了，这就是里面的内容了。我还要把这些纸给撕掉。首先打开这个吧，因为说明书在里面。我买的是布的，对吧？对，还可以。好啦，这就是它的说明书啦。现在我要按照这上面的说明书来组装啦。首先呢，第一步先装那个桌脚啦，先拆这个海星。很简单，只要拔出来就行了。暴力拆解。这个桌推，到后还是要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问题。然后这里有3个盲盒啦，先开这3个盲盒。捡到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先打开这个啦，这个一到来就是这样破损的啦，应该是被人家丢出来的。这是椅子旁边的壳，还有支撑的铁，都一样。这个就是可以调节那椅背的关键的东西啊。这盒非常轻，不知道是什么来的。打开是一个，这是桌腿吗？这是。又是一个 rustic 壳，只剩最后一个盲盒啦。一打开就是有点给人家丢到有点惨的样子。这就是它的桌腿啦。这个东西还蛮重的，这就是它的气瓶啦。等下要装在这个海星的中间，还有它的椅子的脚啦。这就是它嘎仓啦。我要看这说明书装这个。首先呢，把这个气瓶怼在这个海星的中间，这样随便啦。真的没有任何，就是把这个放在海星的正中间，然后我觉得还是先装轮子，然后把椅子的腿打开来，就装椅子的轮了。没有问题。就这么轻松，按就按进去了。好啦，这个桌脚的轮子就装好了啦。这个椅子的脚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个。
它椅子的脚还双轮合为一体，虽然是塑料，不过还蛮大个的。它的桌脚就是要重，不然我就很容易跌倒。然后下一步就是这个气瓶，把它放在这个海星的正中间，随便放就可以了，真的好随便。然后第二步骤就是帮这个椅子装椅背的支撑点啊，这就是椅子的坐垫了啊，很重一下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重，这重量可以锻炼。然后检查一下好了，状态也就还不错。这里可以打开，然后打开就是它的椅子里面的构造啦，这就是那个它所谓的弹簧吧，它的是个带的，这个就相对不错啦。我之前做的是钉子，我把那个椅子举起来一下，那个旁边的钉子就割到我手流血了，但这个不会用来粘上去的，不是用钉子把它 clip 在旁边，还有一个魔鬼粘在一层布把它粘在上面。现在要装的就是它下面的这个椅背的支撑点，这2根就是它的椅背的支撑点啊。一个是有的调节那个往后躺的那个机械在这边，然后一个是只是支撑着而已，是2边组合在一起。然后这说明书就已经写的蛮清楚的啦。我的螺丝嘞，嘎上来了，然后找到这个螺丝。好像又不是这个哦，比较小颗的螺丝有可能，它这很小应该不是吧？这太小了嘞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找了这么久螺丝，我才发现那个螺丝已经帮我锁好在椅子上面了，要我一粒一粒拔出来再抖过。没有关系，至少他有给到螺丝，我还以为他没有给到我螺丝。然后我就要用嘎仓把这个螺丝给转出来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颗螺丝很大颗一下嘞。好啦，那螺丝就是这样大。然后这里是左边嘛，左边是装那个往后躺的一个机械啊。看说明书是这样放在上面的，放在有这个 logo 的地方，然后把螺丝锁在里面，把那螺丝给锁进去。还有另一边的螺丝，其实我们家有电动的。然后紧紧的锁好了，可以啦。它的座椅的那后背支撑的铁就装好一个，继续另一边，这个它是锁起来的，还要我再把它掰开来，很紧这个正常哦。我把它掰直哈，然后把它装在这个椅子这边。还真的是这样装的好奇怪哦。这里是凹进去的，这里是凸起来美美的，反而这美美的这一块是兜在里面的啦。这里外面凹进去的，等下会有个壳盖在里面。然后还是一样的步骤，把螺丝给转出来先。然后螺丝转下来后，把这个装上去。然后椅子就这样装了2只铁支撑就出来了。把不好看的地方用这个壳把它装在旁边，然后这个应该就是这个了啦。然后把这个需要用到螺丝，它是用这么小粒的螺丝装在这里面。它这个壳只用了1粒螺丝放进去而已，然后这壳就装好了。真的这壳很脆弱，看。好啦。到了最重要的这一边，它的壳稍微比较大一点，因为它有个机械在这里面，然后把它放上去，也是1粒小螺丝，搞定这样大的 rustic。对，它要配2只铁啊，一个比较粗一点，一个比较细一点。刚才我相机没电了，好了，我现在就继续组装了。刚才这个部分呢，这里可以很明显。可以对准这个凸出来的，就让它保持在中间，然后它塑胶好像有卡扣这样扣上去，然后再锁紧螺丝就行了。终于组装2只铁而已，组装的还蛮牢固的。然后你们就到第4个步骤，最重要的步骤，最重要的是组装这个椅背啦。现在我们来拆开这个椅背。现在我整个房间都充满甲醛的味道。检查一下一样的，它的那个螺丝全部都是锁在椅子上面的，我们还要把它重新的转出来，然后把这个椅背
把它扣在这个底座，对准那个螺丝孔。然后这里一样的把螺丝锁紧，把两边的螺丝锁好后，椅子的形态就出来啦。然后照着步骤继续装第5个，也就是把那个 bracket 扣着，也是美观一点，也不会割到手之类的啦。它的塑胶扣就这2个啦。我猜嘛，这个比较翘，应该是放在机械那边的，然后这个就放这里的。和我猜想的没错，这样扣进去就是了。然后这里一个圆圆的东西是扣在这个圆圈的这个洞里面，然后就这样扣进去，好松啊！这下面的扣进去了，然后把这个小螺丝放在这个洞里面，对准这个洞锁紧紧。好了，很牢固，不错不错。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塑胶壳啊，小小个圆圆的塑胶壳，然后把它扣在这个窿里面。然后它就平平的，然后这里一样的有锁螺丝，把它扣进去，然后另一边呢也是照旧把它扣着了。我会比较喜欢扣这圆的先，锁到紧紧了，非常紧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然后一样的把塑胶扣进这个洞里面了。顺便再教大家如何把这个拿下来，这样按着。用力拉，它就掉了。还要多给一个螺丝，还有一个塑胶，怕它少放了。对于我来说，我第一次组装那种椅子，这里还蛮硬的。下一个说明就是装它的下面，还有它的扶手了。就要把这些螺丝给转开，很累。几乎是全部螺丝。又是一个锁螺丝的过程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经过一个749天，我转到人要睡觉了。我终于把这些螺丝全部转下来了，转到整个人像很累下去。然后最重要的东西有2个扶手，还有一个底盘，这就是它的底盘，好重哦。然后这个有一点柔软的感觉，就这里顶上去可以调节了。顶在上来，然后就进行调节。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哪一边是正反面呢？大概是这样扣上去。到底是谁先啊？好像互不干扰2个都可以随时装。好吧，我就先把这个扶手给装上去吧，然后再把刚才我卸下的螺丝再重新装回去就行了。好了，装好了。不错，蛮紧的。我发现它的不好的地方就是，它这个它已经松脱了，没有帮我扣回去。然后你看另外的，它已经扣在下面了，然后这个它没有扣在下面。终于成功把它弄出来了，被我弄得有点松松的。原本的大概是这样，现在已经松松了，有一点瑕疵啊。就这个瑕疵了，再同样的把另一个扶手装上去，然后你看这里原本是这样凸出来的，它这个这里被重击敲进去的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伤痕在那边，是被重击到，导致那个塑胶往后退，我是还能接受啦，毕竟也许可能是送货的时候弄到的，然后。把螺丝上好后就锁紧了。我这里就有个底盘，这底盘这样装上去就大功告成了。这底盘是装这样，它这里写着这里是前面，然后就这样扣进去，就这样锁紧它。这个一定要锁紧，不然你会从上面摔下来。现在第6个步骤好了，大概是第7个，直接把这个底座按在那个海星上面就可以了。然后还有一些壳。这些壳是拿来装这个气筒。哇，很重哦！哟，天哪，太重了不行。这椅子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重，所以现在我要把这椅子怼进来这个气瓶上面，然后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把这个这么重的椅子，把它放进来这个气瓶上，要对准那个窿，没有人可以帮我。想到一个办法了，先把这个怼进去先啊。等一下，它的塑胶壳就有大的啦、中等的啦，还有小个的。
这个要怎么斗嘞？首先，以我猜测应该是大的先吧，然后再来是中的，然后再来是小的，是吗？我突然觉得好像是这里中等的可以穿过去，卡着吗？哎，可以也卡着了，然后把最小的也顺着这样放上去就行了。哎，可是放下来的时候不是掉下来了？难道是反过来的吗？然后我就先这样把它扣进上去试试看。哎，应该是这样的啦。你看它还蛮紧的，可是这里就不懂哪里就怪怪的。原来这一项第一步的时候已经做了，但我忽略了。这气瓶好像没这么高哎，真奇怪。因为气压瓶未完整展开来。这样啊，随便。就这样卡着，然后这个海星就怼进这个窿里面，就这个，然后没有人要帮我，就一个人进来了。现在来说的话，我大概会先把这个兜上去先吧，毕竟它真的太重了，然后让它放下来，哎，然后就这样组装完成啦。如果有机器的话，拧螺丝会快很多。如果有第二个人帮你的话，真的是比较好啦。然后我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塑料，把走，就完成了。哎，差一点忘了，还有一个步骤就是装这枕头啦。然后先把这个靠腰的装在这里，把这个靠腰的放在这边。看了图片没有错的话，应该是穿过这个洞。你看我手指穿过来的。然后把它怼进椅子下面，拉紧就行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这个就，然后把它 clip 在一起就行了。哎，我怕它有一天老化会弹到后面，然后再把下面的 clip 在一起。如果这松开，弹到人应该会很痛。然后腰枕就有了，而且还可以这样拉一下，调上调下。那头枕就这个了。然后最后一步就是把这头枕。也是穿过这个窿，哎，logo 放完了，就这样穿过这个窿 ，clip 在后面，然后就大功告成啦。然后给自己一个仪式感，好像拿新车开沙发椅这样。总结，可能我身体太高了啊，我整个人是这个头是凸出来的，然后这个就刚刚好支撑到我的颈罢了，可是它不够大，好像只是稍微轻轻放上去而已。然后这个椅背一点点support到了，不过我觉得应该全靠这种柔软的来支撑帮助。然后这个呢，里面有伸缩带这样支撑在海面，然后这个也是偏硬的啦，哎，可能 gaming chair 都是这样的。然后这种椅子，他们会说，坐久了人的身体会这样子往里面缩进去。我就试用了一下，我发现这个顶在旁边键盘有点酸痛的感觉了，可能是它很硬，这把椅子很硬，从头到尾到我坐这的旁边都很硬，会需要用到一个枕头放在后面。就被顶到我了，这样感觉好像怪怪的，感觉不太适合我，因为我键盘很宽很大只吧，或者它设计上的方面，如果这里能软一点的话，也许会更好。然后这个把手放在这边，它这里有比较软，手放久了不会比较痛。然后这里有个button，放下去也可以往上拉，整个手把就是这样。然后你轻轻按，你就可以听到打一声，所以你比较容易可以调到自己喜欢的高度了。过后我发现我的扶手两侧下方有破损。这扶手讲软不是很软，讲硬没有塑料这样硬。我突然想到这个扶手只能上下而已，其他的我记得可以左右，但这个不能。我记得有些还可以前后，这个也不能。当我躺下来的时候，这里就会比较空，我就握不到。现在这个椅子我就试一下，它能躺平多少了。这个椅子这里有个把手，然后你往后拉可以躺到，可以躺到完呢。可是我怕我整个往后倒，所以还是赶快把它调回来。
然后还可以这么直哦，这个太直了。控制椅背的拉杆有一点割手，也许那么刚好我拿到有质量问题的。然后我也终于知道了这3个滚筒，如果往下的话就会缩进去，然后放大。然后没有想要买皮的，通常人造皮的话是比较耐不久啦。有买过的人都有一些案例，知道这个品牌的皮耐个几久啦。最后我还是选择比较耐用的布料啦。椅子是黑色的，会有白色的东西卡在织布里。听他们讲啦，就是这个手的姿势大概要调到这个桌子的高度啦。通常我就一个人在这里剪片啦，然后还有一个电脑这样啦。这椅子已经是最高了，就刚刚好踩在底下了。没办法，谁叫我的身高这么高呢？然后我就随便买了一个 gaming chair， 这也是我第一次组装椅子，买了500块，说贵也没有到1000多块这样贵，说便宜不是很便宜，就中等价位来说，好像不是很舒服啦。觉得也许身材比较小的人会比较喜欢。它移动的噪音就这样。我在 Lazada 上买的，它的退货条件就是这样。过后有补货，我当时买有送主题靠枕，比原先靠枕更厚、更松软、更有支撑。然后我的视频就到这，请帮我订阅还有按赞，还要帮我多多观看我的其他影片。然后祝大家 Happy New Year， 再见。过后还要寿司餐具。